你知道在漫威电影宇宙中谁最强吗？这或许会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因为超级英雄和反派都在不断改进，而且每一部都会引入大量的新角色。那到底该如何去判断呢？是根据力量、智商还是技能？好吧，的确有很多因素，所以我做了一份综合实力清单，列出了目前为止我们见过最强大的角色。为了让排名更公平，我主要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雄和反派，共有15位。排在最后一名的是蜘蛛侠。不得不承认，把彼得放在倒数或许会遭到很多人的议论，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该角色，但大家还是要认清楚现实。首先从他的实力水平来讲，其实在漫威宇宙你会看到很多强大、暴力和敏捷灵巧的角色存在，但对于蜘蛛侠来说，他简直做到了两全其美，不仅拥有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技巧，而且力气也超乎了想象。还记得在英雄归来中的这一幕吗？当时彼得找到了内心的力量，并把所有的混凝土和碎石都从身上掀开。不过这对于蜘蛛侠系列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方式，有的时候他的力量似乎完全取决于自身想要的程度，只要是在关键时刻或者专注某件事，彼得就能爆发出无限潜能。尽管如此，蜘蛛侠的综合实力对于以下几位还是太年轻了，如果他能一直保持爆发状态，那肯定能排在前列。第14，钢铁侠。妮妮之所以能被纳入名单中，显然不是因为他的纯粹力量，起初也说过，该排行结合了综合能力和电影中的表现。虽然妮妮是个普通人，但却能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。没错，这一切靠的都是脑力和知识，他可以说是整个宇宙中最聪明的人之一，也使得妮妮有能力不断的升级技术和装备，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就好比在与绿巨人的对决中，尽管对手要比自己强大，但他却可以创造出更强大的战甲。我想如果妮妮还能出现在电影中，那排名肯定会更高，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，他将会发明更离谱的东西。第13，洛基。他是来自仙宫的诡计之神，是漫威电影的颜值代表。尽管实力明显不及他哥哥和大多数角色，但洛基知道如何去战斗，类似于在复联1中仅靠一人之力就给复仇者带来了重大麻烦。虽然他在体力上有些欠缺，不过制造幻象确实令人头痛。直到现在，洛基的魔法还在继续增长。在剧集中可以看到，他解锁了一种新能力，并且在女洛基的帮助下，最终联手击败了艾利奥斯。要知道，艾利奥斯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变态的反派，因为他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综合以上来说，洛基是那种鬼鬼祟祟的强大，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展现出来。第12，蚁人。这不是开玩笑，我真的相信蚁人要比洛基和钢铁侠强大。几乎每个人都低估了可以缩小或变大的能力，因为这项技术似乎并不是最吸引人的。但如果把皮姆粒子给了反派，那绝对将是一场重大灾难。在 What If 中就有一个情节，当时汉克皮姆变得黑化，成功干掉了钢铁侠和雷神，甚至还有其他的复仇者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拥有缩小技术。当然还要考虑到汉克皮姆并没有纯粹的实力，如果该技术给了像冬兵一样的刺客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皮姆粒子还是进入量子领域的关键，其作用也是非常强大。根据官方透露，在蚁人3中将会把征服者康作为反派，所以千万别惹蚁人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真正实力。第11，幻视。讲道理，他其实可以排在很高的位置，因为不仅拥有震惊打造的身躯，还有人工智能贾维斯的大脑，甚至能控制身体的密度，使自己完全虚化。力量方面是由心灵宝石提供。这样一看，幻视的综合实力堪比精队，但结果并非如此。在复联3中，他作为最重要的人物，却一直都在逃跑。最离谱的是，这么强的角色还能被近战武器刺伤，整部电影没有充分发挥一点实力。其实如果幻视想，甚至能用心灵宝石把灭霸劈成2半，但很可惜他没有这样做，所以把幻视排在这个位置毋庸置疑。漫威电影宇宙最强角色排行，今天他来了。第10，绿巨人。你不觉得浩克应该是无敌的存在吗？他无法控制自身的愤怒，越生气越厉害，力量几乎无上限。我对伽马射线了解不多，但感觉他像是漫威宇宙中最强大的辐射。由于绿巨人天生拥有此力量，这使得他能够使用无限手套带回宇宙一半的生命。不过浩克在榜单上排名不高的原因，是因为漫威把他变成了绿巨人教授。虽然这在理论上没问题，但实际上似乎让浩克变弱了，并且在复联3被灭霸一套军体拳直接打得不敢变身。作为漫威铁粉，我还是希望以后能看到那个凶猛的怪物回归。第9，奥创。他在技术上几乎是无人能敌的，不仅可以瞬间黑进任何电脑系统，甚至能控制所有的数据库，而且奥创还是一个有感知的人工智能。如果你想设法摧毁它，得到的结果只有不可能。没错，因为它可以随意拿一个躯体代替自己。不仅如此，你也无法与人工智能进行推理或欺骗，除非在短时间内完全征服它。奥创被打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得到幻视的身体，但通过 What If 让我们看到了他真正的实力。奥创在那里收集了所有的无限宝石，征服了整个银河系，就连观察者也不是对手，轻松一击就将阿斯加德一
夷为平地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我在漫威见过最盛大的权力展示。但话说回来，排行还是得以电影中的效果为主。第8，马勒基斯。讲到他，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。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生活中的食物麻辣鸡丝？当然，它可不像麻辣鸡丝那么简单。作为黑暗精灵王，目的是征服整个宇宙。你还别说，他还真有这个实力。马勒基斯不仅拥有成千上万的精兵，而且还手握以太粒子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现实宝石。当时使用此力量，几乎横扫了一大片星球，但最终被奥丁的父亲击退。要知道，能与奥丁父亲开战的人肯定不简单。第7，雷神。其实索尔在这份名单中应该是第1名，这当然也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至今为止，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用自己的身体重新启动了锻造炉。要知道，这是要承受一个星球的力量，而且在电影中还完美展示了许多索尔的实力。尽管如此，但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把它放在这么低，因为索尔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，通过复联3和复联4，基本上打破了阿斯加德之王的形象，并让他去寻找生活中的新激情。直到最后，雷神才发现，真正的力量其实来自内心，而不是他的铁锤。这也为雷神体内还未发掘的力量奠定了基础。所以说，他还能继续成长，未来的实力绝对可以在榜首。第6，惊奇队长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作为漫威公认最强的超级英雄，为什么会被排在这个位置？以下就为大家做个解释。当灭霸摧毁了半个宇宙时，尼克弗瑞发出了求救信号，召回了鲸队，这立刻引起了很多人评论。比如洛基入侵纽约，或者奥创威胁要消灭所有人类时，为什么尼克弗瑞不试着用求救信号？他一直等到真正的宇宙毁灭威胁才出现。不过有人觉得是鲸队不屑于这种小场面战斗，因为强者往往都在最后出场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虽然在很多方面他都不负众望，几乎打败了拥有所有无限宝石的灭霸。是的，惊奇队长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，但这也是他排名不高的原因，因为我们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看见他。你知道在漫威电影宇宙中谁才是最强者吗？现在就来聊一下最终的排名。第5，奇异博士。如果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角色，但某个巫师却把你困在另一个维度，或者10个咒语就变成面包之类的东西时，那么你存在的价值会毫无意义。奇异博士是至高无上的法师，他拥有难以想象的能力，在创造幻象和瞬间移动还有力量方面都是顶尖。当索尔去找奇异博士时，可以看到他被魔法吓得不轻。在复联1，洛基几乎摧毁了整个纽约，但在雷神3中，奇异博士在洛基脚下打开了一个传送门，让他自由落体整整30分钟。要知道，洛基也是很强大的法师，但在奇异博士面前貌似不堪一击。而且通过复联3也能看到，当时灭霸聚集了宝石的力量打出一击重拳，结果被奇异博士轻松化解，所以把他排在这个位置毋庸置疑。第4，灭霸。他是漫威电影宇宙前3个阶段最大的威胁，并成功实施了自己的计划，收集了所有的无限宝石，消灭了半个宇宙的生命。其实灭霸的纯粹力量水平着实有点值得怀疑，因为他有时候看起来像蚊子一样，打架不痛不痒，还有的时候甚至和美队的五五开。虽然灭霸不具备所有强大的能力，但仍然远远高于平均水平。不过我个人最佩服的还是他的意志力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，不惜一切代价在宇宙中四处搜寻宝石，征服了所有挡道的人，甚至还牺牲了宇宙中唯一爱的东西。不得不说，很少有反派会这么做。第3，旺达。其实在复联2，他看起来相对简单，只能用意念移动东西，发射一些小型魔法，并控制几个特定的人。通常情况下，旺达会排在最后，但多亏了剧情的演变，他目前的能力绝对接近榜首，并且在旺达幻视中还解锁了内心强大的力量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绯红女巫。现在他正在学习驾驭自己的混沌魔法。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看到旺达的全部能力，但敢肯定，他目前的实力肯定远远超过手撕灭霸的程度。第2，天神组。尽管我对他们的能力水平了解并不多，但排在前列绝对是一个正确的想法，因为永恒族提及了这些神话角色，在宇宙中确实存在最古老的生物，并负责世界各地的所有生命，但他们在计划时总是会搞砸，比如创造出各种异类，或者赋予角色不同的能力。不过天神组仍是目前宇宙中最强大的生物。第1，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加目前吗？因为严格来说，有一个我认为比天神组更强大的存在，但他却在另一个宇宙维度。没错，就是多玛姆。这个拥有启示录级别的超自然力量和统治黑暗维度的原始角色，占据了该榜单的首位。多玛姆的目标是摧毁所有的宇宙，并散播黑暗。看起来他绝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我认为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，如果要和多玛姆一决高下，都会立马输掉。当然，肯定人会说叫奇异博士来，但你真以为无赖打法可行吗？不过唯一的方法好像也只有跟他讨价还价，然后向上天祈祷他会信守诺言。如果多玛姆违背诺言回到地球，知道时间之石不存在了，你觉得复仇者还能阻止他吗？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在漫威宇宙中还有些很厉害的人，但我没有排在列表中，因为我想保持这份清单的流线性。就比如奥丁和古一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上面2位谁最强呢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，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